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王真。澳洲悉尼街头的一场车祸，竟撞出了比电影还离奇的权贵谜案——杨兰兰。这几天全网都在追问她是谁。最新爆料说，她的家族强大到连习近平都得退3步，那她的身价恐怕能与红潮公主席明泽相提并论。今天我们不只更新最新进展，更要带你看清这场跨国舆论战背后那双操盘权力与金钱的无形之手。此前有人根据杨兰兰的姓猜测她是中共8大元老之一杨尚昆的后代。海外自媒体有料8月11号在节目中披露，杨兰兰不是杨尚昆的后代，但杨兰兰的家族势力以及在党内的地位，连习近平也要让3分，惹不起他们。他也不敢在节目中直接曝光其身份，只能提供线索，让网友自行脑补、追查判断。有料说，杨兰兰的家族是2大政治家族联姻，在党内直到现在都还有非常强大的势力。他披露，习近平当年从河北到了福建之后，是杨兰兰的曾祖父给习近平当后台。这位福建大佬让习近平在福建站稳脚跟，所以说习近平现在都惧怕他们3分。有料进一步披露称，杨兰兰的曾祖父姓杨，他外曾祖父是那个时期最有实权的副国级，那个年代的副国级属于元老，就算是邓小平、陈云想动他们，都是要好好掂量的。他还提示，杨兰兰奶奶的哥哥，也就是杨兰兰爸爸的舅舅，现在在河北还有影响力。现在还在流传的洗浴中心面黑社会的故事，也能寻觅到杨兰兰的身世。按照有料提供的线索，网友进行了对号入座大猜想。杨成武曾孙女，外曾祖父秦基伟，祖父杨东明，空军副司令员，中将军衔，奶奶秦基伟的女儿陈婉江，杨成武福建长汀人。2大背景家族应该是陈基伟和向南或陈光义。秦的2子曾做过石家庄27军军长，向南和陈光义做过福建贾庆林的前任书记。还有人说，符合这几个条件的应该是杨得志的后人了。就在大家热议他是哪个红色家族的后代时，一个全新的版本突然从国内的一些自媒体平台，比如网易新闻流传开来。这个新说法声称，杨兰兰其实是台湾人，她的父亲是台湾一家名为正雄集团的董事长杨正雄，母亲则是某个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文章还提到，这个集团在台湾也曾牵涉一些争议事件。这个说法一出来，立刻让很多人感到意外。如果说之前的版本是指向中共的顶级权力核心，那这个台湾富商之女的说法，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想把事件的敏感性往别的方向引导。但是这个说法经得起推敲吗？很多网友也提出了质疑，比如，如果只是台湾一个集团的千金，他的家族真的有如此巨大的能量，能让整个澳洲媒体都对他的背景查不出个所以然吗？能让中国大陆的舆论场产生如此大的震动吗？所以，这个台湾富商之女的新说法，不仅没有解开谜团，反而让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它更像是一个被刻意抛出来的烟雾弹，目的就是为了转移视线，掩盖那个更深层的大家真正想知道的真相。如果说身世的新传言只是增加了迷惑性，那接下来的舆论场反应就真正显示出这件事的水很深了。首先是胡锡进的洗白。胡锡进是谁？我们都知道，他被很多人视为中共官方态度的风向标。在杨兰兰事件引爆舆论，特别是那些天价保险金的传言满天飞的时候，胡锡进很快就发文，非常理性客观地进行了辟谣。他查阅了澳洲的历史记录，告诉大家天价保释金和万亿存款肯定是假的。表面上看，这是在帮助公众理清事实，避免被谣言误导。但是很多观察家和网友并不买账。
他们认为胡锡进的这种操作恰恰是一种高级的维稳，或者说洗地手段。他的文章避开了最核心的问题，杨兰兰的真实身份和财富来源，而只是去攻击那些最容易被证伪的夸张的谣言，通过否定这些谣言来试图降低整个事件的热度，让大家觉得哦，原来都是假的，散了吧。这种抓小放大的策略，反而让更多人相信杨兰兰的背景绝对不简单。如果她真是一个普通的富二代，根本不值得胡锡进这样的人物如此迅速和高调地出来降温。有网友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胡锡进若选择力挺杨兰兰，便暗示他不仅有钱，还有强大背景；若不挺，则代表他只是有钱没背景。而现在胡锡进舔的口水四溅，说明杨兰兰背景巨大，钱巨多。与此同时，在海外的社交平台，比如推特上，许多知名的华人大 V 和时事评论员也在持续的跟进和分析，他们观点五花八门，但几乎都把矛盾指向了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和家族腐败。有着百万粉丝的知名自媒体人文昭认为，杨兰兰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刘建昭被查的事件，是中共权贵阶层正在发生激烈财富和权力转移的征兆，一个完整的图景正在浮现。文昭分析，中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持续增长，已超300万亿元人民币，但国内却持续经历通货紧缩，中国外贸顺差屡创新高，2023年高达8260亿美元，但外汇储备却没有相应增加。上述矛盾现象显示，相当显著一部分增发的人民币被兑换成美元后转移到国外，从而导致了国内的通货紧缩和外汇储备的未同步增长。杨兰兰以及近期被查的少林寺前住持释永信和富国银行华人高管毛晨月等事件都被串联起来，指向天龙族向海外疯狂转移资产的途径。文昭指出，巨额资产的跨境转移难以依赖地下渠道，往往需要通过政府渠道进行。例如，中国从澳洲进口大宗商品时，通过虚高报价或增加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将巨额资金转移至权贵在海外的账户。这种洗钱的暗网所涉及的证券关系极其强大，这也解释了中共为何在海外有如此多高级别代理人，并能对异议人士发起跨国镇压。文昭预计，随着这张暗网转移资金的速度和规模，引发中共内部失序和矛盾，未来可能还会爆出更大的瓜。作家陶杰先生做客放飞时间节目时表示，澳洲记者应追问政府和议员，深挖杨兰兰背后的真相，尤其要追查资金来源、流向，以及澳洲情报部门和银行对此的知情度。海外社交媒体 X 推主作家崔成浩表示，不必纠结杨兰兰的银行账户是否真的是天文数字，就凭她年仅23，已坐拥悉尼豪宅、2辆劳斯莱斯、满身名牌，却如真空般在网络上查无此人，还不令人咂舌震惊吗？当官员财产不公开、不透明，公众的合理怀疑只会越来越多。当底层人民的负担越来越沉重，自然会迁怒于这些露出马脚的人。外汇管制是不是只管穷人？国内的降温和海外的升温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对比，这背后似乎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努力地控制和引导国内的舆论走向，但这份压力也恰恰证明了事件本身的敏感性。更能证明事件敏感性的是中国大陆媒体的反应。有细心的网友发现，一些最初报道或转载了杨兰兰事件的地方官媒，如潇湘晨报、大河报、大象新闻等，后续都悄悄地删除了相关的文章。在问答网站知乎上，关于杨兰兰的讨论揭秘等整个板块都被删除了。香港的准官媒凤凰网上一篇题为澳洲杨兰兰是怎么回事的文章也被404了。杨兰兰这个名字正在快速的敏感化，而爆料杨兰兰身份的澳大利亚华人 Jonathan 被中共警察跨境威胁删帖了，
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产生了此地无银300两的效果。他告诉公众，你们猜对了，这件事确实不简单，确实有问题。删帖的行为本身就成了最有力的证据，证明杨兰兰的背景有着让当局感到棘手的背景。如果说以上都还停留在舆论和传言的层面，那接下来的一些看似无关的经济新闻，就让整件事的悬疑程度直接拉满了。就在杨兰兰事件发酵的同时，有网友发现了几个巧合。第一，中共突然宣布解除了对澳洲部分地区苹果等产品的进口禁令，这个禁令已经持续了10几年。第二，路媒报道，中国向澳洲的矿业巨头提供了42亿元人民币的贷款。我们知道，中国和澳洲的关系前几年一直很紧张，中方对澳洲的很多产品都实施了各种形式的贸易限制。现在，在杨兰兰出事的这个时间点上，北京突然对澳洲做出了这些示好的姿态，这很难不让人产生联想。网络上开始出现一种非常大胆的猜测，这些经济上的让步是不是一种变相的国家级赎金？是不是杨兰兰背后的家族势力，其能量已经大到可以影响国家的对外经济决策，以此来向澳洲方面示好，希望能妥善处理杨兰兰的案子？当然，这种猜测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从国家的层面看，中澳关系的缓和也有其自身的经济和外交逻辑，但是这些事件发生在同一个时间窗口，这种巧合实在是太引人遐想了。它为杨兰兰的背景又增添了一个最令人不安的注脚，她的家族可能不仅仅是有钱，而是有着足以影响国家机器的巨大权力。杨兰兰到底是谁？这个谜团的答案现在依然在风中飘，也许我们永远等不到一个官方的确切的说法。但是整个事件的发酵过程以及围绕它发生的种种怪事，本身就是一个绝佳的窗口，让我们得以窥见在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权力和资本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在一个信息被严密控制的社会里，公众的愤怒和猜疑会以怎样的方式爆发出来。我们会继续关注事件的进展，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任何新的线索和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和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